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债券交易员压住美国经济即将急剧恶化，迫使美联储为避免经济衰退而大幅放松货币政策。让我们关注亚太主要股指受美联储大幅降息以应对经济衰退的预期影响，普遍大幅下跌。市场预计美联储9月将降息50个基点，全年将降息155个基点。疲弱的7月就业数据加剧了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下面这条，亚太市场周一开盘预计下跌，因对经济深度放缓的担忧让交易者感到紧张，而中东紧张局势加剧也加剧了市场波动性。接下来这条，油价徘徊在8个月低点，因美国经济衰退担忧抵消了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影响最大产油区供应的担忧。美国7月石油产量增加，全球经济疲软和中国柴油消费下滑也给油价带来压力。接下来，受美国劳工数据疲软影响，日元对美元升至1月中旬高点，因市场预期美联储将进一步降息。接下来这条，全球股市抛售加剧，因担忧美联储政策支持滞后于美国经济放缓，促使投资者转向债券避险。日本股市连续第3天下跌，因交易商预计国内加息幅度将更大。韩国和澳大利亚股市下跌，美国期货下跌逾 1.5%。由于投资者担忧美国经济可能陷入困境，美国国债上涨导致收益率降至1年多来的最低水平。让我们关注，担忧美国经济前景不断恶化，刺激固定收益资产需求，全球债券抹平了今年以来的损失。下面这条，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驳斥了达美航空对其曾在7月19日造成800万台电脑宕机的全球性网络攻击中存在过失和不当行为的指责。让我们关注，黄金市场波动较大，受股市抛售和中东紧张局势影响而大幅下跌，后大部分获利。尽管避险需求通常提振黄金，但突发的风险资产抛售仍可能导致黄金走弱。下面这条，受美国经济放缓和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影响，亚洲股市周一开盘暴跌， MSCI 亚太指数暴跌 3.8%， 创下2019年的新低，并接近抹去今年的涨幅。接下来这条，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突破中国每日参考汇率，因交易员急于抛弃一种曾经流行的做空策略。让我们关注，日本日经225指数周一暴跌 8.1%， 因担忧美国经济可能比预期更糟糕而引发大量抛售。接下来，日本股市从上月创下的历史高点大幅下跌超过 20%， 因日元的飙升、更加严格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国不断恶化的经济前景，导致投资者信心崩盘。下一条，英飞凌下调全年收入预期，原因是第3季度收入低于预期，目标市场的复苏缓慢。最后为您播报的是，日经225指数暴跌 12% 以上，因美国疲软的就业报告引发全球市场震荡。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